嗨，我是老板。男生是不是很容易忘不了前女友啊？对，没错。所以前女友是女生永远的大魔王，听到就不会开心，永远的敌人。如果遇到男友真的忘不了前女友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追踪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我们这一集直接讲各种案例，都是粉丝贡献给我们的。我们来看看各位女生们，你们打算怎么面对？第一个好像是一种地点的情节，这是粉丝说啊，她男友只要经过跟前女友当初谈判分手的那个餐厅，就整个情绪变很哀伤。是要多感伤，就是路过，然后看到那个餐厅就心情很沉重，然后很哀伤，然后走不动这样子。还有就是他不愿意再踏进去那家餐厅，反正看到这个地点，他真的不行这样子。那幸好他们约会的地方不是 7。所以是怎么样？性情中人吗？太感性了。但他是你男友哦，先想清楚，不要这么客观哦。你男朋友，我男友，他每次都被你看到这个样子，我会问他说，还是你要不要回去？可是人家女友没有要他了啊，他可能搞不好就是被分手的啊，他才这样啊。那换我分手他好了，然后去 7， 又再一次弄死他。7就记得我。好啦，所以这一点其实不好解，就是他就是还承受着很大的哀伤，然后他跟地点绑定了。然后这个女朋友就很不舒服，她觉得她受这个前女友的阴影太重了，她就很过不去。我觉得女生很容易这样，就是男友已经就很过不去了，然后你会更过不去，因为你会觉得他心中为什么可以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人，我都没有看到你为我这样。对啊，我有点不爽，想到就想跟他吵架，而且以后还要回避那个路线，你更气。对，好像连那边都不能去是怎么样？我就很喜欢在那区或怎么那区搞不好都不能踏进去。可是呢，我只能说，人们走出一些哀伤是需要时间的啊。他可以走出来再跟我谈恋爱。利用你忘记对方，就是他应该要走出来再交新女友，是不是？那我会故意再带他去。哎呦，就是怎样？你跟我面对伤痛，那就是我跟你的回忆，不是你跟他了。哦，洗掉。对。哦，你讲到这一点，我倒是有一个男生朋友是。他被分手之后，他跟这个前女友去的所有地方，他带新女友全部去一遍。他就是想做你刚刚讲的，他要洗掉。对啊，这样可以，我也会洗掉。你也会这样做？我会带着朋友去洗掉，下次来就不会记得他，就不会一直觉得说上次我跟他在这边怎样，都想到都是他。对，真的会感伤。人们会有这种行为耶。哇塞，所以多交几个男女朋友就促进台湾的消费，真的。那家店赚到，一直去，因为要一直洗，有没有洗不完？第二点呢，很多人跟我讲过，就是跟前女友有共同宠物，以至于一直要碰面探望那个宠物，所以他们都没有办法断联，甚至每周末或是每个月都要一起去遛狗或去看猫猫，怎么办？这好难解决哦。对啊，其实很像共同有小孩一样。对对，就跟有小孩一样，其实你不可能跟他断掉，因为你们永远要有小孩的接触。对啊。怎么办？我会直接不跟他在一起。在一起前先问清楚。对，因为这要一直碰面的，碰面就是一个危险。等一下玩那个毛小孩，玩出什么别的情愫出来？就是一定要来房间看嘛。看了你怎么知道他？那为什么不能带出来外面遛狗？可是如果是养猫怎么办？猫咪一定要去家里面看，不能提出来啊。对，因为他看视讯不行，他想摸摸。他想吸猫，到时候就摸到我男友身上。所以女生想的都是这种。你因为宠物，然后你就会干嘛干嘛干嘛。对啊，周边情节全部出来，一定的，而且他们又那么熟悉。对，很多话题。最近猫猫又怎么了？它最近食量怎么样？它最近怎么很多话题。对啊，我又插不上。你不是插不上而已，你不能去。怎么办？而且他还说到。就一直传猫猫的照片过来，然后两个在那边聊猫猫的事情，好开心哦。男友就带着微笑在那边，猫猫怎样怎样，这好夸张哦。怎么办？这题我真的不行哎，我想跟他分手。所以唯一解决方式就是只好跟这样需要跟前女友勾勾你的男友分手的哦，因为你不可能阻止他探望毛小孩或小孩，对吧？所以就是自己选择的意思啊。不然他直接带走也可以，不要来我们这边。比方他把猫猫或狗狗带回你们这边，或他自己带去遛，再还他，不要共同在那边。就是一起玩猫玩狗，一个礼拜一个月这样，就对方不要，对方没有要跟你轮流，白眼他整个，那他就是有鬼。如果会分手吗？没有，人家可能是主要的主人，我是借你看。但是我觉得他们会一直这样子，是因为主人对主人都还有感情。我懂意思，不然其实女友会说。那你就给你带出去玩一个下午。对，我没有打算要跟你见面。正常要分手的人是不会想看到对方的。对，不然的话，为什么都要共同遛猫、共同遛狗，甚至去他们家一起玩猫？对啊，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哎，是不是这个前女友对他也还有别的意思？心里还有感觉，还有感情，不然他为什么不说呢？你就把他带走，然后你下午6点还我。对啊，这样就所以很烦啊。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影片有讲过，说不要养共同宠物，就是这样。因为你们分手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归谁的。对啊，确实也有男女朋友分手的时候，
因为照法律来，好像是归当初晶片是登记哪个主人，他就是跟谁。可是另外这个人就争取不了权益哦。小孩可以打监护权，猫猫狗狗没有，他主人就是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可以共同登记？这个我不清楚。知道的人可以留言。可是就是要分的时候，变成狗狗、猫猫归谁，他们就会吵。分不了手，因为这样，因为怕分手之后再也看不到猫猫狗狗了。就跟小孩一样，不敢离婚，怕以后看不到小孩，就是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怎么办？不要养共同宠物吗？就是先不要，等到你们真的结婚。因为现在大家对宠物跟对小孩其实是一样的啊，分不开第3点是在房间发现前女友的物品，这应该很常有人遇到这种状况吧？这个粉丝说的是有一只粉红色的梳子，前女友在用的，然后男友一直不把它丢掉，还说就还可以用，你也可以用。然后女友想说，我为什么要用？我会再去买一只吗？然后男友就说就环保啊，就新新的干嘛？好好的东西你要把它丢掉是怎样？你可以送你妈。反正他就很困扰，想说现在是怎样，然后他就也没有跟他争了，口才可能没有办法像你那么好，送你妈。对，然后他每次看到那只梳子躺在他梳妆台或他们浴室里面，他就很不爽，怎么办？我有解，我把我前男友的刮胡刀拿去他浴室叫他用，然后他说蛮好用的，好用是什么牌子啊？他就不介意了啊。好，如果他不介意，我就用。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直接把那只丢掉，然后再买个新的，就是假装找不到，直接丢掉嘛，对不对？我那时候给他的建议也是这样。我说你既然讲不过他，吵不过他，你就直接丢掉。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找不到啊，在哪？你辩不过他，你就是直接干，然后你就装傻就好。他能怎样？不能怎样，他不能怎样。但他如果真的怎样，他因为那只梳子大发雷霆发飙，你也知道，那你就可以分了啊。真的，因为表示他那只梳子就不是只是一只梳子嘛。对。所以我当时也是说直接丢，我还跟你在那边还要你同意才能丢嘞，你耗时间。对啊，但是他会不会很生气说这是我的物品，你给我丢掉，没有尊重我？我没有丢掉，我只是找不到，装傻到底。OK。你要问一下你妈。你们妈妈也住在一起，是不是？随便推给妈妈，还是你有跟其他女生回来？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小编尽得我的真传。对吧？第4个是我猜也不少人遇到，他特地保留前女友的东西，例如有一个女生说她在男友的房间找到一箱铁盒。铁盒子里面有旅行的票根、机票、火车票，然后日本球的御守什么，还有跟女友的合照，回忆满满，回忆满满的盒子啊，潘朵拉的盒子，因为你打开之后那个画面，然后她就去找她男朋友说这个是，然后结果她男友还跟她说前女友啊，还有这些回忆啊，全部都封存在这个盒子里，在她心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封存嘞。封印，你刚撕开的那个封印啊，然后他就说这一切都是特别的存在，你不要介意，因为我不可能抹去我人生的回忆。最好是不会介意。怎么办？我觉得真的是很笨哎。如果说我绝对不会跟他说这是我前男友送我的东西，有回忆。它里面就有照片了啊，照片会丢掉啊。那他就是放在里面，就是他们的日本之旅什么的啊。我是绝对不会被找到的。对啊，我也是觉得你太笨了啊。第一个藏好，不要被找到；第二个上锁，你要锁起来，然后那一只钥匙可能要放其他的地方，尤其如果你是跟女友同居，或女友会去你房间，你真的是多一点防备好吗？男生，女生的心胸很狭窄，而且女生很会找东西。对，你上个厕所，他东摸摸西翻翻，什么都被他看到了，所以这种东西你要不要封存好？因为就很麻烦嘛。对，那再来呢？当你被找到了，你不要还跟他说这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存在这种话，你不用说，你直男，你干嘛说那么多？你越说越错，就不要说了，就刚好放着，忘记。那他就说好，那我把你丢掉了，怎么办呢？特别的存在，先让他丢，然后再捡回来。好累哦，所以他可能想说，干脆跟你直讲，以免你给我拿去丢。怎么办？不能存在，不能存在，还是不要同居好了，麻烦好多。对啊，只能说我自己觉得啦，男朋友女朋友我们都不会只交一个。那我个人，我的书里面有写到这本书，我里面有写到说，其实我尊重我的男友、我的伴侣，心里面他最爱的可能不是我，或者他前女友对他来说很有意义，因为我们都无法抹去人生中美好的回忆。我们也可能忘不了某些男友啊。对啊，我们只是不会那么白目，还说出来而已啊。没错。对，所以就是我尊重大家的空间啊，然后我也不会去翻人家的抽屉看人家的手机啦。我就会觉得那是界限，我不要去碰。
那我如果真的碰到了，我会默默放回去关起来，当做我没看到。好有雅量、我会这样子啊，因为我觉得我踩到人家的线了。我会找他吵架。我也是，就是看到就没办法了，对不对？不然你就不要让我看到。我就特别放在他面前，这是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还要用这种态度哦？解释一下哦。我不会，我直接把它拿出来放桌上，然后就躺在床上看着。然后他就继续，他就收起来关起来，然后跟你一起看电视。要冷处理，大家都会冷处理。看谁要先开启这个话题。我可能会先丢枕头。那他如果也跟你一样反手为攻呢？你为什么要乱翻我抽屉？你又没锁。吵起来，吵起来！捡到枪，捡到枪。没有这种就。可是老实说哦，我觉得为了前女友大吵，伤害你们现在的感情是值得的吗？他都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人了，那搞不好8年前、6年前的女友没联络了啊，然后就因为一个铁盒，然后又要翻起来吵，然后你们明明本来好好的，也是怕他们联络上啊。那他就感觉上是没有，就是一个盒子放在抽屉里而已。哦，不然我个人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有联络或还有暧昧，我一定不能接受。可是像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我就当作没看到，而且我也不会去翻人家抽屉。哦，对，我就是尊重每个人之间还是有自己的界限啊。然后奉劝男生就是，哎，女生有时候就没办法不吵这种事情，因为他情绪整个上来，所以还是藏好一点啊。第5点就真的很白目就动不动就开口说前女友怎样怎样，然后说他有多好，或者是说什么我前女友都不会这样，什么什么什么。那要不要回去找他？可是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你现在是客观的，所以你都会直接讲这种很客观的言语来问我的这些女生，都是因为她并不想跟这个男生分手，所以她没有办法说出这些话。哦，她不可能直接说好啊，那你就跟他在一起啊什么，不会，因为他们只会很默默的难过，说为什么他都要一直觉得他前女友比较好，那我是不是比不上他？啊，我又不能讲，我怕讲了，他就如果真的就分手了怎么办？是微 Q 怎么办？因为他就真的很爱他，然后心里面被女友这个大魔王缠身，一直觉得我一直被比较，我一直被比较，那怎么办？我是没有他好。那就是跟他说，我前男友也好好，他不会这样子讲前女友。你还是不客观哦。我很强你很强啊！我真的忍不住，你比较强势对啊，忍受不了他这样对我可是大部分有这种困扰女生，她就是不敢呛对方，她就是觉得我就是怕说他还跟我分手怎么办呢？好难。然后她说还有就是她都会去偷看他的社群，然后也不愿意删除前女友的通讯软体，然后生日还会互送祝福。他们就会求助说怎么办？他们就是不跟前女友断联，然后他又知道前女友在他心中好像真的很好，然后心里面就一直很自卑，然后到底怎么办？那他可以问男友说：“那你跟我在一起，我哪里好？对我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他就还是讲你很好啊，你什么什么，此题不好解，对不对？对啊，我发现很多女生是陷入在这样，就是我们没有不好，可是我好像就是觉得在你心中前女友比我好，然后你心里面就一直没有办法快乐起来，有疙瘩，然后可能又没有到分手的地步哦。对，所以你们刚刚都讲得太轻松，都风凉话了。对啦，怎么办？就是很多女生有这种困扰，有的人可以留言，然后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解的。那我自己是觉得这种心结真的是自己的格局要大，跟气度要高，你才解得过。哦，对。但是我觉得男生真的不要开口闭口前女友，就不要讲了这个词，不要提。你也不可能希望女生在那边讲她前男友好不好啊？对啊。我知道男生有时候很难换位思考，因为男生觉得没什么啊，怎么的又没怎样，那就没那意思啊。男生你要怎么换位思考呢？就是你现在的女朋友去比你跟她前男友的性功能，你就懂了啦。他爆炸哦。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啊。对，就是他都大概就类似这样，因为男女生点不同，对，所以男生不要再跟女生说没有什么。那换到这件事，我相信你也不会没有什么，你也会一秒爆炸，你也会觉得好啊，那你跟他在一起啊。好，女生学起来哦，对不对？不是叫你这样跟男友讲，因为这样一定会切，一定会大翻。对，我只是在告诉男生，你可以这样想，你就知道哦，女生的感觉就跟你那样的感觉一样，觉得哦很不舒服，对啊，然后一秒觉得甚至自卑或再也没办法了之类的。对，所以大家都不要去踩这个点。我老实讲，就是大家都上到点啊，不要讲前男友前女友的事了。然后如果还要保持联络，还要在那边有戏杀，你们手机不要互看嘛。你要在那边联络什么？不要在女友面前，然后大家有一点小秘密跟小界限，其实对你们感情都会更好。这个我要版的书里面都有写，如果想要把它彻底打通，可以看这本书哦。好，有没有什么前女友大魔王的经验，或是男生觉得怎么样处理比较好，大家都可以留言讨论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追踪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